今天啊，我们来聊聊最近海面上的一股怪味儿，啥味儿啊？酸，那叫一个酸气冲天，隔着太平洋都能闻见那股子陈年老醋味道。咋回事呢？咱们的福建舰那个大家都盯着的大宝贝，这还没有正式出门打架呢啊，光是亮了个相，试了个航，就把全世界的一帮军事专家给整破防了。哎，你看啊，这就好比啥呢？好比咱们村的老王家，原来穷啊，被人看不起，现在人家闷头苦干，突然把盖着布的新车给掀开了，嚯，一辆自研的顶配的豪车呀！那这个时候呢，村头那几个平时开着二手破车或者根本没有车的邻居啊，坐不住了呀。这一波啊，是五大门派围攻光明顶，哦，不对，是五大醋厂围攻福建舰。有日本在那儿跳脚叫嚣的，有美国在那儿装模作样嘲讽的，俄罗斯那个老大哥也在那儿阴阳怪气，印度啊更是把压箱底的陈年旧事啊翻出来找存在感，连乌克兰那边的网友都跑出来暴露智商下限。今天啊，我就带大伙儿把这帮人所谓的专业评论给扒个皮，他们这儿一个个的唾沫星子乱飞，到底是在怕啥？这哪里是技术分析啊？这分明就是把怕中国崛起这几个大字刻在脑门上了。来，咱们挨个点名啊！先说那个反应最激烈的日本，这个小日本媒体啊，这回是真激烈，直接放出一句狂言，说啥呢？今后海战要优先击沉福建舰。哎呦喂，听听这语气啊，不知道的还以为现在的日本联合舰队啊，还是那二战的时候呢。这话听着挺狠，其实你琢磨琢磨，这就是典型的走夜路吹口哨，给自己壮胆啊。为啥日本这么大反应啊？因为福建舰那是真戳到他的肺管子了。以前呀，这个日本啊，他觉得咱们的海军还在起步阶段，他有美国撑腰，还有那几艘出云级说是护卫舰，其实想当航母用的船，觉得在东亚这片海啊，他还能横着走两步。可是现在呢，福建舰一来，那是啥配置啊？电磁弹射，这玩意儿啊，可是目前航母界的顶配。以前咱是滑跃起飞，飞机得自己冲上去，载弹量受限制。现在有了电磁弹射啊，那个飞机啊是蹭一下被弹出去的，满油满弹，还能飞预警机。这对日本来说意味着啥？意味着以前他引以为傲的那些个反潜优势啊、空中优势啊，在福建舰面前那就是个笑话啊！咱们的歼15、歼35要是弹射起飞啊，那就能压着他头顶打的。所以这个日本媒体喊着优先击沉啊，他不是因为他强，是因为他怕，他焦虑啊，他看着这个庞然大物啊，心里面盘算着，坏了呀，以后这第一岛链还能锁得住谁啊？这种焦虑呢，就转化成了嘴炮。就像那个打架打输的小混混啊，跑的时候非要回头喊一句：“你给我等着，我弄死你！”咱听听就得了啊，别当真。他要真有那本事，还用得着在报纸上喊麦吗？那说完日本呢，咱们再来看那个自诩为世界警察的老美，美国的 CNN 那可是老牌媒体了，这次也没绷住，发了篇文章，标题呢是相当惊悚：中国新航母不如50年前的美国航母。哎呀，我当时一看这个标题，人都傻了，这也太能忽悠了吧！CNN 这文章写的那叫一个鸡蛋里挑骨头啊！先是吐槽咱们的电磁弹射布局不合理，又分析咱们没有运作经验，最后呢，这帮所谓的专家一合计啊，得出一个结论：福建舰的战斗力啊，顶多也就相当于美国尼米兹级航母的60%。还有那个什么星条旗报也跟人起哄啊，说什么中国海军离美国还差得远呢。哎，咱们给他掰扯掰扯啊，拿现在的福建舰跟他50年前的航母比啊，美国人这是在那装傻充愣呢。咱们的福建舰用的是啥？电磁弹射。美国50年前的是啥呀？那是蒸汽弹射呀。这就好比咱们现在开的是电动比亚迪高配，他非说咱们不如他爷爷当年开的那个冒黑烟的拖拉机有劲儿，这不就是扯淡吗？哪怕是美国现在最先进的福特号，那个电磁弹射啊，也就是刚弄明白不久，毛病还一大堆。他看咱们中国直接跳过了蒸汽弹射，一步到位搞电磁的，他心里能舒服吗？他说咱们不如50年前，其实就是为了安抚他国内的老百姓。哎，你想啊，要是这个 CNN 直接说中国航母已经追上来了，技术很牛逼，那美国国会那帮老爷们的脸往哪儿搁呀？那美国纳税人不得炸锅啊？所以啊，这种文章就是写给美国人自己看的安慰剂，字里行间看着是在贬低咱们啊，其实每一个字都透着那股子不想承认现实的酸味儿。他越是强调差距还很大，就越说明咱们这个步子迈得太快，快到让他的霸权根基都在晃悠。再来说这个俄罗斯啊，这可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这按理说应该祝贺一下吧？嘿，并没有。俄罗斯媒体那个酸味啊，比谁都冲。有个网站列了福建舰4大缺陷，
一会儿嫌咱们舰载机少，一会儿质疑电磁弹射不可靠，还有那个消息报更逗，找了个前海军上将出来说话。这个老头说啥呢？他说中国发展航母是战略误判，说这个航母已经过时了，未来是无人机装备的天下。哎，这就有点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意思了呀。咱们看看俄罗斯自己家的情况啊，他那个宝贝疙瘩库兹涅佐夫号航母都在船坞里躺了多少年了？那是修了坏，坏了修的，出个门还得带个拖船，怕半路趴窝。那黑二帽的隔着10里地都知道是俄军来了。他自己造不出来新航母，图纸画了一堆，模型摆了一桌子，就是一个落地不了。那现在回头一看，当年的小徒弟中国不仅把那个瓦良格号改成了辽宁舰，还自己造出了山东舰，现在连电磁弹射的福建舰都出来了。这就好比两个一块长大的兄弟啊，一个是家道中落，只能骑自行车，另外一个飞黄腾达，开上了法拉利。骑自行车的那个看上法拉利，心里那个难受只能在那儿嘀咕哎呀，法拉利费油还容易堵车，不如我这个自行车环保。我看你买法拉利就是个错误。这就叫气人有，笑人无。俄罗斯这是面子上挂不住了他说航母无用，他自己为啥还要死乞白赖的修那艘破航母他那是嘴硬。这个酸味其实是他对自己工业实力衰退的无奈。最后咱们得聊聊那两个负责搞笑的选手，印度和乌克兰网友。先说这个印度那可是个神一样的国家，最擅长精神胜利法。印度的欧亚时报找了个前海军副总参谋长，这老头一开口就是王炸他说啥？他说我们印度玩航母比中国早了51年。这账是怎么算的呢？他把1961年印度买的那艘英国二战时期的二手航母大力神号改装后叫维克兰特号那个拿出来说事我都想笑。三哥呀，你买的二手货和咱们自主研发，从这个钢本到螺丝钉都是中国造的电磁弹射航母，这能是一回事吗？这种对比除了博大伙一笑只能凸显出印度现在的工业水平是多么的拉垮。那再说那个乌克兰网友这帮人在网上看到咱们歼35隐身战机在甲板上频繁起降，不干了他们就发帖质疑，这个飞机怎么没有挂导弹，没有挂实弹，就是没战斗力。哎呦喂，咱们中国网友看完都乐了这是真无知大哥，那叫歼35那是隐身战机，隐身战机懂不懂为了减少雷达反射面积导弹都是藏在肚子里的，那叫机腹内置弹仓。你要是把这个导弹挂在翅膀底下，那还叫什么隐身战机那不就成了雷达上的大灯泡了吗？这种连最基本军事常识都没有的抹黑，纯属是来暴露智商短板的。这也难怪他们现在的日子过得可能也没有心思研究这些高科技了。那咱们聊了一大圈，你发现没有？不管是日本的恐吓、美国的嘲讽、俄罗斯的嘴硬，还是印度的阿 Q 精神其实都指向一个事实：福建舰真的让他们难受了。如果咱们造出来的就是个破铜烂铁，是个大号渔船，你觉得 CNN 会专门写个文章分析吗？这日本会专门制定作战计划吗？根本不会他们连眼皮都不会抬一下。正是因为福建舰打破了某些国家几十年的海上霸权垄断，正是因为咱们中国航母用这10来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十年的路，他们才慌了才急了，才要组团来抹黑。咱们老百姓有句话叫听拉拉呼叫还不种庄稼了这些外媒的酸言酸语，其实说白了就是对中国实力的一种另类认可。只有真正让他们感到威胁、感到害怕的对手才值得他们花这么多的心思去吐槽、去挑刺儿。那咱们呢？该吃吃，该喝喝，该造舰造舰。等咱们的福建舰正式形成战斗力带着歼35去远海遛弯的时候那些现在跳脚骂街的声音到时候就会变成打在他们自己脸上最响亮的耳光。咱们中国海军那都是看着别人的白眼长大的。以前咱们是忍气吞声，现在咱们是用实力说话，这就叫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